大家好，前几天我做了一期关于生姜的催芽和育苗的视频。姜苗培育好之后，我今天趁着有时间把它们移栽到地里面去，同时也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移栽姜苗，种好姜的关键步骤都有哪些，以及要想保证丰收的话，后续的维护管理工作该怎么做。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一盘就是培育好的姜苗，我们首先先把姜苗给分出来，来看看这种很小的芽茧都已经生根了。这个是中等大小的姜苗的样子。来看看最大的这一颗，根系已经相当的发达了。挖姜苗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，不要把姜苗给弄断了。看看还有一些小块的姜，芽点非常的小。还有像这种也是，虽然芽点小，但是根系已经长出来了。这些就是分好的姜苗了。我刚才数了一下，一共有20几颗，我给它种到一个菜床里面去。生姜像这样催出小芽以后，其实就可以播种了。培育出这样的小苗之后再移栽，播种方法是一样的，不过生长速度会快很多。这个是我打算种生姜的地块，土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这边还有一点杂草，稍微给它清除一下。来看看这个土壤，种生姜的土壤是要求松软透气、排水性好的。另外就是土壤需要肥沃，底肥充足，特别是需要大量的钾肥。这个是我用到的草木灰，我昨天已经提前把它混合到土壤里面去了。我的草木灰里边既有灰烬又有碳块，看看还能从土壤里面找出一些这样的碳块来。这样的话，草木灰里边灰烬的部分能够快速的补充土壤里边钾肥的肥力，同时那些稍微大一点的颗粒能够起到缓慢释放的作用。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如果家里边没有草木灰该怎么办？那其实也没有关系，就去店里边直接买一些钾肥回来，这样的话补钾的效果会更好。我把土壤表层再稍微平整一下，这样的话能够把表面的细微的杂草给去除掉。接着我们来搂沟，我们这个是4×8的种植池，沟与沟之间的间距要保持在至少30厘米以上。这个就是搂好的沟。接着是施底肥，用鸡粪肥或者是有机复合肥都可以。施底肥的话要比平常我们种蔬菜的时候多一些。施好底肥后，把底肥和土壤稍微的混合一下，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姜块直接接触到肥料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老田你怎么种什么菜都是一个套路啊，方法都是差不多的。其实呢，种菜就是这样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无非就是土壤、肥料、温度、水和阳光，还有就是结合蔬菜的一些自身的特质，掌握好间距、种植时间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就可以了。当然，细微的调整还是需要有的，比如像这些根茎类的植物，都是需要非常大量的钾肥的。所以在施底肥的时候，除了氮和磷之外，还要补充大量的钾肥。我把姜苗拿过来了，接着咱们继续种姜。种姜的时候要把姜块间隔20到30厘米，均匀的排列。这个位置我种了24颗姜，现在种好了，把它盖上土。我们要保证姜块能够被覆盖上5厘米厚的土，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姜块被阳光晒到。我这3排就都种完了，现在给它浇上水。然后再用一些碎木护根给它铺上去，稻草也可以，还可以在种之前铺地膜种植。这些做法不但可以保护姜块，防止阳光直射，也能保湿保暖，还可以防止杂草。这些苗长得比较高的碎木护根可以盖厚一些，小苗就要少盖一些。那些已经生根发芽但是还很小的姜苗，刚才我们种植的时候已经把芽点埋在土里了，这些我们就不盖碎木护根了，等到它将来长出来长高一些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它盖。姜的生长周期特别长，从我现在开始移栽算起，差不多还要等4、5个月才能收获。同时，姜的叶片比较小，而且少，抑制杂草的能力不强，所以有效的防杂草还是挺关键的，否则将来除草会非常的麻烦。另外，也是由于生长周期长，后面需要至少追施2次有机肥，比如说鸡粪肥和有机复合肥。
还要在中后期最好再额外追施一次钾肥或者草木灰，多补充一些钾肥，能让根茎长得更大更健壮。另外，关于浇水，不用太多太频繁，本着不干不浇的原则就行了。相对于其他蔬菜，在浇水这件事上要省心省事一些。最后再提一下姜的另外一个特性，就是耐阴怕晒。我以前会种在一些遮光的作物后边，效果是很好的。去年直接种在苦瓜架下也比较成功，我今年还会再种一些在苦瓜架下。不过瓜架下种植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很难控制光照，阳光太少了也影响生长。所以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使用遮阳网，就是这样的网。这种网能够滤去一部分阳光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用法。就是这样把它罩上，然后边缘的地方用绳子给它系上，或者是用卡扣给它卡住就可以了。看看这个遮阴的效果，我一般会在6月中旬光照特别强的时候给它遮上，然后到差不多8月上旬再给拿掉。今天天气特别热，光照特别强，而且是新移栽，我先给它罩住，等下周天气凉快了，我再给它拿下来，然后到6月中旬再罩上。看一下这种卡扣的用法。挺方便的，就这样给它卡住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小的遮阳棚的效果了，安装和卸下来都非常的容易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去年收获的姜，种的是有机的小型的品种。新鲜的姜味道还是非常好的，可以泡嫩姜、腌制姜片，或者是做姜汁，这些都是超市买回来的老姜做不到的。今年我种的是中型和大型的品种，虽然有机种植不太容易种出超市那种化肥催出来的个头，将来收获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比去年的小型品种大很多的。大家跟我一起期待秋天的收获吧，咱们下期再见。